乌克兰绝密文件再次被暴露。英国卫报揭露，乌克兰想要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伊朗和叙利亚。在揭露文件中还提到，欧洲那边有5家公司为俄军提供生产无人机所需要的零部件。问题来了，乌克兰为什么想要攻击叙利亚与伊朗？5家欧洲公司为俄军无人机提供零部件，又是怎么回事？最近又一份乌克兰绝密文件被曝光。英国卫报揭露，早在8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就向G7国家提供相关文件，要求西方提供远程导弹。这本来也没什么，远程导弹这东西一直都在泽连斯基的愿望清单里。问题是乌克兰要这些导弹，不只是去打俄罗斯，还要攻击伊朗和叙利亚。理由也很简单，二者为俄军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按照美国的说法，对于乌克兰而言，防空武器的重要性要超过远程导弹。只是乌克兰认为要从源头解决问题，相对被动拦截破坏俄罗斯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远程导弹的生产更为重要。就俄军无人机的飞行路线来看，乌军的选择更正确一点。现在俄军对乌本土的远程精确打击中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这点稀疏平常。问题是俄军为了突破乌克兰的防空网，在自杀式无人机的航线上搞了一点新花样，比如从罗马尼亚等国领空进入乌克兰，打击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梅尔和雷尼亚，这是乌克兰依然可以运送粮食的出港口。按照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在罗马尼亚境内，俄军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乌军被迫在边境部署防空力量。就过程来看，俄罗斯绝对是故意的，不是导航失误，或者被乌军防空火力击中后落入罗马尼亚境内。乌克兰没有权利向位于另一个国家领空的物体开火，俄军就是利用这一点，可以更好地前往伊兹梅尔和雷尼亚。所以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乌军直接源头打击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才会提出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伊朗与叙利亚的自杀式无人机工厂，以及俄罗斯的一个潜在生产基地。至于5家欧洲公司为俄军无人机提供零部件，只能说不是直接提供的。乌克兰在8月份向G7集团提交了一份长达47页的秘密文件，该文件显示，俄军使用的见证者无人机中发现了大量西方公司制造的零部件，其中见证者131无人机中发现了52个由西方国家制造的零部件，见证者136系列则发现了57个。秘密文件中显示，制造商中有总部位于制裁联盟的公司，比如美国、瑞士、德国、荷兰等等，并且点名了5家欧洲公司，德国 TI 汽车和国际整流器公司，瑞士意法半导体和 U-Blocks， 以及荷兰恩智浦半导体。这些公司的产品通过土耳其、印度、哈萨克斯坦等3国进入伊朗。目前并不知道G7集团在收到这份秘密文件后的反应，乌克兰以及相关国家也没有证实未报的报道以及秘密文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目前G7集团以及相关国家正在通过谈判和制裁等手段，阻止俄罗斯和伊朗通过第3国或非法渠道获得可以军用的相关零件。就比如阿联酋正在考虑对某些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商品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包括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芯片等零部件。如果这个制度顺利实施，肯定会损害俄罗斯的武器制造能力。当然，像这种类似黑市交易的东西，美国也没办法全部禁止，只能尽可能的限制。至于打击伊朗、叙利亚、乌克兰，大概率不能如愿。就目前的国际环境，西方不可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不过，根据公开报道来看，以色列一直在破坏伊朗无人机的生产和运输，包括轰炸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工厂。至于俄罗斯本土的军工厂，那就只能靠乌克兰自己了，西方只能制裁，顺带援乌打击需要的武器。只是目前乌军袭击俄本土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一些无人机，还有一些特工在俄本土搞破坏，想要摧毁或者大幅度破坏俄罗斯的自杀式无人机产业，估计很难。所以美国援助援乌防空导弹也不是没有理由，把能做到的事做到最好，效果也很好。除了战场外的事件，乌俄战场上也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德国援乌的雕鼠 EA3 步兵战车首辆在军事任务中被摧毁。雕鼠式损失的地点在维尔博维郊区，可能是被反坦克导弹击中，或者是被地雷炸毁。所属部队只能是第82空突旅。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军一共有37个旅级作战单位，有6个是空中突击旅，其中第82空中突击旅被派往英国和德国学习驾驶挑战者2和雕鼠式。
就乌俄当下的战场环境来说，无论是美国的 M2、法国的 AMX-10RC， 还是德国的雕鼠式，基本上都逃不过被炸的命运。出现战损很正常，而且就雕鼠式的数量来看，战损个几辆根本无伤大雅。美国援乌 M2 战车之后，德国便紧跟其后，放行了早就准备好的雕鼠式。9月份的时候，德国就向乌克兰移交了20辆雕鼠 EA3， 加上今年第一季度援乌的40辆，德国至今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60辆雕鼠式。就性能来说，雕鼠式步兵战车被认为全球同类武器系统中最可靠的武器系统之一，也是欧洲生产数量最多的步兵战车。各类型号总数加起来超过3000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服役到现在，德国还有390辆在役，而且在服役期间不断接受现代化改进。目前除了黄鼠狼1基础版本以外，还有5种型号 A1、A2、A3、A4、A5。德国援乌的型号是雕鼠 EA3。该型号进一步加强了车辆的装甲防护，在前上装甲，炮塔两侧，车门后方披挂附加装甲，车辆顶部增设间隙装甲，车体两侧各增加3块合适装甲，能够抵御 BMP2 上的30毫米口径机炮。同时可以选择安装莱茵金属和 IBD 公司合作研制的主动防御系统，抵御各种 RPG 弹头。火力方面，装有一门20毫米机关炮。而且德国将雕鼠1全部改造为 EA1 型的时候，都增加了一具米兰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拥有650毫米的穿甲能力。别说步兵战车，性能稍微差点的坦克过来，也要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扛一下。雕鼠 EA3 自然也有。当然，德国援乌的雕鼠式不是全新制造的，除了现役的300多辆之外，德国联邦军还有数百辆封存的。援乌的这些都是封存后经过莱茵金属翻新才被派往前线。这基本上是北约援乌的基操了。有意思的是，2022年乌俄开战之后，莱茵金属就开始未雨绸缪，自费将这些封存的战车恢复至战备状态，主打一个速度。而且就年龄而言，雕鼠 EA3 还相对较新，从1980年代末开始生产，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那么这些步兵战车在乌军能发挥什么作用？装甲车这东西可以说是进攻型武器，也可以说它是防御型武器。其优势就在于火力与机动性，也正因如此，可塑性高，攻防角色的转换是非常快的。在防御作战中，其可以充当机动防御力量的核心，而在进攻中也可以作为快速突破，支援步兵和坦克。乌军在这次战争中最常用的战术就是机械化步兵、机动防御和快速突击。雕鼠式步兵战车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乌军的反攻速度。不过，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完全凭借一件武器就能改变战局，乌克兰也一样。而且雕鼠式步兵战车也有自己的问题。就实战情况来看，雕鼠 EA3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那就是感知能力和火控能力相对较差，在现代战场发挥的空间不大。同时，步兵战车在乌俄战场这种高烈度战场上的生存能力也不太行。雕鼠 EA3 没有太好的防雷能力，很难在地雷海洋里全身而退。同时，装备的维护和保养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老装备的维护相对较难。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雕鼠式步兵战车并没有雕鼠2这个型号，雕鼠1的后续接替者就是美洲狮，为什么要在雕鼠后面加一个1呢？那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德国原本计划在雕鼠式的基础上开发雕鼠2，只是因为美洲狮的出现，雕鼠2只造出了1辆原型车，就放弃了该计划，但代号还是留了下来。有意思的是，就德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继续升级雕鼠式已经不太好了，身子骨太老，经不起折腾，改进潜力也即将挖掘殆尽。美洲狮替代爪鼠式势在必行，就算是贵点也可以接受。毕竟就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谁也不确定乌俄战场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不过就美洲狮的情况来看，雕鼠式大概还能再活一段时间。虽然由莱茵金属和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合作开发的美洲狮步兵战车在2015年就进入德国服役，现在已经生产了大约350辆，只是因为开发过程多次延误，性能也不太可靠，现在能不能用也是两说。2022年12月的时候，德国第37装甲步兵旅在萨克森州进行实弹演习的时候，派了18辆美洲狮步兵战车参演，结果这些战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故障，没有一辆能够正常参演。这次事故发生后，德国对北约也不好交代，毕竟今年就要接管北约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这18辆故障车原本就是为此准备的，这下直接泡汤。只是按照德国年初的说法，一定要把这10几辆美洲狮修好的，只是到底如何，霍利军也不知道。总的来说，乌克兰想打伊朗、叙利亚，北约暂时不会同意，毕竟变数太多，这就交给以色列吧。
乌克兰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争取在地面泥泞之前拿下托克马克，威胁美丽托波尔。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俄战场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